我昨天下班想了一下哈，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谈一下源头？怎么说呢？为什么会有这场美军入侵阿富汗长达20年的这个战争呢？是因为美国要复仇。美国为什么要复仇呢？当然，主要就是20年前的911事件。所以今天呢，我想在这个线上的朋友，如果呢你现在是30岁左右，可能对911有点模模糊糊的印象，因为那时候你差不多10岁嘛啊。那如果你跟我跟介大使差不多年纪的话，哇，那不得了！那时候的911啊，多大的国际新闻啊，大一整个月都在报道，而且它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哈。美国的这个撤军阿富汗，很多年轻人都在讨论撤军阿富汗，但他可能忘了昔日的这个911的历史。所以今天我想，我跟介大使呢，要好好的跟大家梳理一下911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先跟大家讲几个关于这个阿富汗的一个最新消息哦。最近大家看到了。这个美军撤军撤得很不顺嘛，哈，夹着尾巴仓皇而逃。那么现在为止呢，哈，美国的一些这个侨胞啊，还有欧洲的一些侨胞，还有部分是滞留在这个阿富汗。每天据说呢，塔利班机场，这个喀布尔机场的成千上万，大家都希望能够赶快离开，确保安全。那么美国的 CIA 局长呢，最近也奉拜登之令，哈，跟这个塔利班的这个领导人巴拉达尔。密会，那么这是呢，目前为止美国跟塔利班双方最高层级的接触。当然要谈什么呢，或是交换什么条件呢？一般预估应该就是就这个8月31号，拜登所承诺的最后撤军期限，可能有一番拉锯。因为看起来恐怕是撤不完哈，尤其是欧洲啊等等，还是有很多人滞留在那里。但是塔利班之前已经放话了嘛。如果8月31号前撤不完的话，怎样？就是踩到了红线了啊！那这是他们无法容忍的，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那怎么办呢？好，现在这个美国的 CIA 局长呢，已经跟这个塔利班的最高领导人会面了，我们静观其变。那么另外一个最新消息呢，不是说。塔利班要尊重女性吗？但到此刻为止呢，在阿富汗的女性还是不能工作，包括女主播出来投诉，怎么回事？那么最近我看到一个解释，我就笑起来了哈。这个塔利班的发言人说，对，没有错，女性暂时不能工作，因为我们的军人还没有受好训练，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跟女性相处。也就是说呢，平常看到女性哈，衣服没有穿好，可能先打一顿，但现在不能这样嘛。可是他们又不知道该怎样哈，所以这个军人还没有训练好，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到时候误伤无辜，大概对于塔利班想要建立的形象也不太好。所以塔利班承认，最近女性还是先不要工作会比较安全了啊。好，那我们就回到今天的正题，就是今年呢是911事件20周年哈。911恐攻，我想对美国人来讲呢，是一个永远无法抹灭的伤痛，它的后遗症到现在为止还在继续当中。我一开始我想先请教一下介大使，911恐攻那天你在干嘛？哦，那天哈，我记得很清楚啊。我那时候我在驻比利时代表处，所以我在办公室里面，然后我们一位同事就进来进来跟我讲说，哎，世贸大楼被攻击了。我就想说哪里的世贸大楼？对，他说纽约世贸大楼。然后我们同仁听到以后，大家就赶快出来看电视，那就看那个飞机哈刚撞到那个上面去，所以我们就一直看到那个大楼垮下来。对。我在干嘛呢？哈，那时候我在电视台，我也是在电视台工作。我记得我刚刚播完我的晚间新闻下来，那下来之后呢，我们团队还会讨论一下，收点东西啊，不会那么快回家。我就记得我正好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呢，突然我看到这个电视，因为我们电视台全部都是电视嘛，都在各家直播啊，美国啊、欧洲的这个画面直播等等。突然我看到这个画面哈，就是撞上这个世贸双塔那个画面。我在想，这是电影吗？是不是切错电影频道？这哪一部电影啊？然后刚好我们这个国际新闻的中心主任就在我旁边，他看了以后脸色大变，立刻回去做他的工作。所以当时我们整个团队又留下来啊，继续在播那个新闻。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这不是真的啊，这只有电影才会做，电影的特效都做得没有那么好。所以我想那时候，不可思议。但当时的媒体科技已经算是蛮进步了，所以呢，这场恐攻是完完全全从头到尾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包括介大使讲的，撞上的那一刻，浓烟火光冒出来，包括2个小时后呢，这双塔哈很特别的用垂直倒塌的方式，有没有？好，它不是拦腰折断，垂直倒塌的方式哈，整个塌落。整个过程呢，全世界都看到，真的是大家惊呆了。我想，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当时大家的眼睛都在注视着电视。
都在想这到底怎么回事。但那个时候讯息非常非常的混乱哈，这20年来慢慢梳理出来。那么这20年呢，美国也盖了一个这个9·11的这个博物馆。本来今年20年嘛，据说有一些特展呢要展出，但是最近也蛮尴尬的，你知道取消了，整个特展取消了，为什么？因为没钱。好，这个博物馆呢，这20年来营运的不太好，出现了这个预算的危机哦。同时，美国安全部呢也更新了一些暴力威胁警示，因为20年嘛啊，是不是美国人想纪念一下，恐怖分子也想纪念一下，又会干出什么事呢？不知道。所以最近呢，我一个朋友哈，在今天早上刚刚入境美国，刚刚给我发来一大堆抱怨文。他说这个美国怎么搞的啊？光入境到现在，他3个小时还没有落地，还没有出去，安检异常严格。我想就是跟这个事情有关了。现在美国的警戒非常非常高。那么我想一开始呢，就先请谢大使给大家谈一下哈，9·11攻击事件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那4架恐怖攻击飞机嘛哈，第一架。就是第一架、第二架就是穿越了这个世贸双塔，等于就把这个大楼给炸掉了。那么第3架呢，在没有多久的这个时间呢，他去炸了这个五角大厦。对，好，第一架撞上北塔的时间是当天早上9月11号美国时间的8点48分，撞南塔的时间是9点03分。那么9点43分没多久之后，40分钟之后呢，五角大厦西侧也被撞了。另外还有第4架还没结束10点10分这架呢，本来说要去撞国会大厦，但是据说呢，飞机上的这个机组人员还有乘客呢，趁乱跟这个武装分子呢进行了搏斗，最后呢阻止了这个攻击，而是坠毁在这个宾州的这个乡村很多人到现在为止还不太理解美国超级大国安检很严，但其实好像当时的安检也没有很严格，是不是这恐怖分子为什么能够这么容易的这个侵入这个没有武装的民航客机上？其实美国在9·11之前美国社会是他们强调的是自由开放，它是一个很开放的社会。我第一次到美国国会大楼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我的车子是停到国会大楼正门口的下面，就在楼梯下面，public parking， 就是说公共停车场，我就爬楼梯就进去，进去也看不到警卫。因为美国强调一个什么？美国强调一个开放。我以前第一次在中西部的时候，那个我们那时候辖7个州嘛，所以我很多州政府都去过。有的时候是去玩，周末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州政府大楼所有门都是开的，然后你只要走进去就可以了。然后进去你到处走，通通是开放，就有点像我们现在不是，大陆观光过去很喜欢到我们这个台北市政府去这个观光吗？对，因为他发觉你就随便走进去，对。然后美国是实行着，可是美国自从9·11以后对，就完全变了，所以9·11改变美国。是啊，现在多严呐！现在他现在所有这些进口的，就是说美国在9·11就成立一个叫国土安全部，对，那是一个太上皇。也就是说，因为你这个机场或者公共有很多单位进驻，你有海关，你有什么FBI， 你有警察什么，他们发觉各自不隶属，不横向两岸，所以9·15他们全部检讨，国土安全部，然后征调大批精锐人力进去。然后把美国的机场、港口、任何公共场防得密不透风。那我记得我们当时陈水扁的的太太吴淑珍，对，不是到华府访问吗？在机场就产生一个安检事件。对。通常安检以前的话，陈水扁太太的话，那是很松的，可是就没想到，人家本来应该是会有些礼遇嘛，对不对？以前都有，结果后来六亲不认六亲不认，也就变成国土安全部在这些机场的地方，他说我负责机场的安全，对，任何谁的账我都不买，我说了算，我说了算，所以它变成一个那个时候也是美国特有一个景象。不过后来9·11以后，美国所有的这个机场都是大排长龙。对，所以现在大家到美国都觉得很麻烦嘛。第一个，你行李要打开过安检门之外，行李打开鞋子还要脱下来，对不对他还要测你的鞋子。然后呢，我们看到很多东西都不能带，像以前你可以带水上去喝现在水也不能带，得要倒掉嘛，对不对？还有像以前很多人很喜欢带那种瑞士小刀，出国很好用都要丢掉，在境外很好用。现在有时候连这个指甲刀都不能带有时候你就觉得很扰民。但是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这个9·11事件之后呢，也确实了
因为为什么？你想想看哈，这么多的这个恐怖人员哈，总共19名的盖达恐怖分子，挟持了4架哈没有武装的民航客机，然后兵分3路哈去进行这个冲撞。那么他们当时怎么通过安检的呢？哈，据说当时通过安检的时候呢，警报是有响起，但警报响起之后就被带到旁边去逐一检查嘛。但是很特别，他们是单独检查之后通过了好，单独检查通过，所以就这个上了飞机等等。那么在第4架，尤其是第4架飞机，它等于是没有得逞嘛。本来它是要去冲撞这个国会大楼，但是最后呢是坠毁在这个宾州的乡村。据说当时在这个飞机上呢，这个机组人员还有这个乘客哈，就是跟这个想要抓回这个飞机的主导权，就去跟这个武装分子搏斗，但是被武装分子呢，据说用刀刺伤非常的严重。而这架飞机上呢，有一名华裔空姐啊，她当时在混乱当中取得了跟这个地面的联系，所以在塔台的记录上是一直有保持他们的这个联系对话。他就说呢，我们飞机上没有医生，但是有些乘客呢正在流血，伤势很严重哈，被刺伤了等等，他要呼救。那也没有办法啊。那么最后它坠毁了，所以这4架飞机呢是无人生还啊，非常非常惨。那么劫机者用的是什么？用胡椒喷雾啊，哈，用这个催泪瓦斯啊等等。本来说是有炸弹，但事后呢证实是这个伪造的。而在这个911事件之后，介大使你记得吗？那时候不要说全美多乱了，整个世界都好乱啊，对不对？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觉得是世界的一个国际秩序改变的一天。对，那个从911跟911以后哈，对，那个很多国家的命运改变啊。第一个被改变的是美国。美国你知道它有一个传统的一个信心，就是说，美国的国土是任何人打不进来的，因为它两边这边是大西洋，这边是太平洋，对不对？它有最强大的海军。所以海军海上过不来，然后呢，它有这个整个的飞弹网，天上也过不来，最强大的空军。所以美国人认为我生活在一个最安全的，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外敌打入过美国。在2次大战的时候，有人说日本曾经用潜水艇靠近过美国 Oregon， 有发射过飞弹，可是美国也不证实。所以美国的传统美国人跟世界对美国人，美国领土哈，美国那么大一块土地啊，是怎么讲铜墙铁壁？可是911以后啊，这个对美国人心理打击之大，就是说铜墙铁壁不可靠。所以呢，那个时候小布希，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小布希听到这个消息，那时候总统是小布，刚上任没多久，对，脸色非常慌张，非常慌张，他也不相信，而且他也会讲，大概心里想说，怎么轮到我当总统就出这种事？那时候看到画面，几乎以为是世界末日了，你不觉得吗？那画面实在是太惊悚啊！当然呢，在911事件之后呢，这个所有的国际航班哈不准入境美国哈，时间有3天，美国进行了空前严格的管制。另外呢，我觉得也很惊慌的一幕是，当时澳洲总理正在美国访问，就访问到一半出现911事件，你可以想象吓坏了哈，也那时候真的很混乱，因为完全不知道歹徒要干嘛，意欲何为，而且第1架炸了，第2架炸了，第3、第4，还有没有第5架、第8架呢？没有人知道哈，所以在那个状况是吓死人。最后呢，美国军方军机启动护送这位澳洲总理紧急回国啊哈。我想当时所有各国，你不要说什么大使馆啊，互相的联系啊，有很多公务的往返啊等等，但是因为澳洲总理他的层级最高嘛，所以美国是出动军机把他送回这个澳洲了。好，那我们再来谈谈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希哈。那么事发之后他在哪里呢？据说他当时正在外地访问，正要回白宫了。但是当时这个事发之后呢，就不能回去了嘛。所以据说马上搭上了这个战机，立刻升空。升空之后呢，美国启动了传说当中的末日计划啊。这个末日计划呢，兵分好几路。第一个当然就是正元首。美国总统他必须要立刻升空，然后把它护送到一个这个地下碉堡里面。那像这样的一个地下碉堡可以防核弹，据说全美在这个地下掩体当中总共有50个有一些是互通的，有一些不通。50个里面是应有尽有，有医院啊，甚至连火葬场都有啊，里面有这个一应俱全食物啊、存粮啊、医药设备、手术台啊，什么都有。那么50个当然就是要混淆敌人的事情，让你不知道是哪一个这是总统会不会护送那个最安全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他会继续指挥。对。
然后所有他的接班人除了副总统之外，因为副总统呢就被接到白宫底下的这个碉堡里面啊，他在这边作为备位。那么总统呢被接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然后其他的这些总统的顺位，像是什么国会议长啊等等哈，万一副总统死掉，总统死掉，接下来的顺位等等，顺位的接班人也通通都要被护送到不同的这个碉堡里面啊。这是美国大概史上第一次启动这个末日计划。第一次，因为被攻击的时候，他不晓得是谁攻击他，对，所以那个整个回应哈，整个政府的反应啊，是被遭到核子攻击的反应，因为大家那时候不晓得什么基地组织阿尔凯伊达，只是美国第二天报说美国被攻击了，就是他那个观念就是被攻击，可是他有一点这个草木皆兵，对，就敌人在哪里，敌人是谁，敌人想干嘛都不知道，所以他完全是核战的规模，所以那个这些他当时那些设施。就是说，他的末日计划，他在这个，比如说在 Virginia， 在这个就在华盛顿旁边的，大概离白宫大概45公里的地方，挖空一座山嘛，然后他还有全美，这是准备打核战的，所以他完全是用一个核战规模哈来回应一次这个恐怖攻击，你就可以知道这样子的攻击对美国在心理上造成的这个冲击有多大。对。好，不只是伤亡惨重哈，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当中造成了这个各个现场大概将近有3000人死亡哈。那么另外主要是美国的，我觉得自尊呐，国家的自尊呐哈，还有这个他们的自信啊，全部都崩解。但是介大使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美国这次从阿富汗撤军撤的灰头土脸，就是因为情报失灵嘛。9·11事件又何尝不是呢？他们的安检措施失灵，但是更往前推就是情报系统失灵嘛。你想想看，19名盖达恐怖组织后有备而来，这么精密的一个计划，你看到第一个撞上，第二个马上，第三个、第四个接踵而来，这是多么精密的一起这个策划，而且19人又不是说只有1、2个。这个消息，我的意思说，美国情报系统20年前就失灵，20年后还是失灵啊。他后来查出来，这个就宾拉登啊，宾拉登是美国人的老朋友，他是沙烏地阿拉伯人，他当时在这个美国这个俄罗斯，当时苏联打阿富汗的时候，美国就找到他，叫他进阿富汗去打俄罗斯，然后后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就很多事情他都参与了，可能就是因为他跟美国合作以后啊，对美国产生了很强烈的怀疑跟对美国的不满，所以他就变成成立一个基地组织啊，他就有计划的进行了这一次的恐怖攻击。那这个恐怖攻击，你真的从某种程度上，他那些开飞机的这些，他的那些去劫飞机啊，都是在美国的航空学校学的，就非常了解美国的机场跟美国的这个飞机的运作。然后他们也知道美国当时这个机场防备非常的松散。所以他们一上飞机以后他也不能带重武器，都轻武器，就简单可能就是一个小刀小叉他就把那些机舱里面的驾驶员弄出来然后他们就坐下去以后就把门一锁，就没办法了，飞机就被他们控制。所以飞机被控制的时候飞机上很多人还打电话回家来，还跟他们的家人说我们飞机被夹持了，我们现在不晓得怎么样。那他这几架飞机都是刚起飞，然后是飞比较远程的，然后呢，最大的他这个计划，所以人家就说，这个宾拉登真的是用了很多脑筋，飞机上满载都是燃油，所以他撞下去，飞机那个大楼飞机撞下去，可能造成一下最大是它整个那个油就散开了，整个民航机就变成一个大炸弹，大炸弹，对，然后。撞第一架的时候，大家还在看，有些纽约人看，怎么那个世界大，没有多久又看一架飞机又撞过来，对，所以一共4架，你刚刚讲的非常清楚，对，8点48分第一撞嘛，第二撞9点03分呢，中间才间隔15分钟，对，所以它的恐怖的是，它那个飞机里面那些油变成一个助燃的一个工具整个大楼就失火，然后很恐怖可是你知道它100层的大楼它撞到那个中间一段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影响到20层楼，对，可是这中间下面可能还有60，上面可能20层楼，这些人下面都跑掉了，上面的人
他还感觉不出来。对，所以呢，都跟家人打电话。对，很多人接到他们亲人在那个被炸的楼里接到他们这个亲人跟他告别说，我可能对，跑不掉了。接别电话。那更可怕，还有一些人受不了那个高热就看他从那个高层楼几十层上往下跳。对，这个待会我们会谈所以我觉得9·11事件真的是一个分水岭从9·11事件之后，9·11事件之前，好像美国人感觉到这个世界是安全的，特别是美国人他们的自尊、他们的自信等等。但9·11事件之后呢，你看到这个世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世界。对，跟恐怖主义的这个防范跟宣战，到此刻为止还没有结束嘛，所以也开启了这个阿富汗的战争一直到现在为止20年。但是美国式的这个复仇也很特别，这20年来也可以说是损人不利己了。当然一开始就是为了要报仇，报这个9·11的仇但是没有想到20年等于是挖了个大坑给自己跳让自己陷入进退维谷。所以到现在为止呢，撤军能不能够在8月31号之前完整的、漂亮的、优雅的撤出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大难题。